克格勃惊天猛料，欧盟要组建 1.5 万大军解放白俄。克宫困境，美欧组合拳大残俄罗斯。印度紧急划分界限。18秒的极限挑衅，俄军战机硬闯北约领空，台风紧急升空。大战倒计时，法国拉响警报，2029年准备硬刚俄罗斯。绝密文件泄露，俄罗斯开始疯狂造弹模式。北约亮剑，英德联手猎杀俄潜艇。乌俄最新战报，俄军遭遇车祸，上演现实版碰碰车大赛。阿泰什摧毁俄战略铁路线，俄精锐被定点清除。精彩资讯马上开始。白俄罗斯克格勃突然跳出来扔了一个重磅炸弹，说欧盟正在秘密组建一支白俄罗斯解放军，准备一举攻占白俄罗斯。这消息还是白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的。好家伙，这是什么剧情？欧盟要亲自下场帮白俄罗斯换个活法。这支 1.5 万人的解放军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克格勃这波操作是真有其事，还是又在演戏？根据白俄罗斯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谢尔盖·吉列伯夫的说法，这事儿已经有鼻子有眼了。他说这支军队的规模相当可观，能达到 1.5 万人，而且完全是根据北约标准来组织的。那么兵员从哪里来？据称，他们是从那些居住在捷克、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乌克兰的白俄罗斯人里招募的，教官则是由北约和乌克兰提供，进行专业化训练。更离谱的是，克格勃还宣称，这支所谓的白俄罗斯解放军在训练的时候，使用的都是白俄罗斯军事和国家设施的模型。要打谁，目标很明显。按照克格勃的说法，训练的最终目的就是入侵白俄罗斯。说实话，这种话从白俄罗斯克格勃嘴里说出来，真实性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毕竟这种操作也不是第一次，克格勃之前就没少指控欧洲，说他们想推翻白俄政权。比如在2023年，克格勃就表示，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在训练武装分子，准备在白俄罗斯搞袭击。2022年的时候也说过，外国特务机关计划在白俄罗斯境内搞破坏，炸铁路、袭击军事设施什么的。但之前说的都是些小打小闹的武装分子，这次直接升级成一支 1.5 万人的正规军。这步子是不是迈的有点太大？欧洲那边的确有军事动向，但那都是支持乌克兰或者威慑俄罗斯。2025年9月，波兰在边境地区部署了4万大军，这是为了应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联合军演，跟入侵白俄罗斯完全是两码事。欧盟国家也确实发表过联合声明，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但声明内容都聚焦在乌俄战场，压根就没提要对白俄罗斯动手。从目前所有公开的信息来看，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欧盟或者哪个北约成员国有组建军队攻占白俄罗斯的明确意图或行动。就火力军而言，克格勃这次的爆料听起来更像是一出精心策划的政治宣传大戏，目的也很简单，一方面不断渲染外部威胁论，把国内的矛盾转移出去，让所有人都觉得欧洲亡我之心不死，必须紧急团结在卢卡申科的周围。另一方面也是演给大哥俄罗斯看的，潜台词就是你看我这边压力也很大，北约都快打到家门口了，你可得继续罩着我。至于这 1.5 万人的白俄罗斯解放军到底在哪儿，火力军估计大概率只存在于克格勃的 PPT 里。不过即使白俄罗斯哭诉自己压力大，俄罗斯也没办法提供帮助。没办法，克里姆林宫的困境要比白俄想象的更大。一边是美国制裁俄罗斯石油公司，另一边是欧盟正式通过第19轮对俄制裁。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气得跳脚，把矛头直接对准了特朗普，说特朗普加入了疯狂的欧洲，还说乌俄战争是特朗普的战争，不是拜登的。这话说的等于直接宣布美国就是俄罗斯的死对头。梅德韦杰夫还说，特朗普取消跟普京的会面，还制裁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就是选择了与俄罗斯开战的道路。这顶帽子扣的可是相当大。另一边，面对欧盟的第19轮制裁，扎哈罗娃也没闲着，撂下一句话：我们将予以充分回应，报复欧盟。这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俄罗斯每次被制裁都是这套流程。火力军看来，这俩人的反应恰恰说明了一件事：俄罗斯这次是真的被打疼了，制裁的效果远比想象的要大。比如印度，这个俄罗斯石油的忠实买家已经顶不住了。有媒体报道，因为美国的新一轮制裁，俄罗斯对印度的石油供应可能直接降到接近0，这可不是小事。过去3年多，印度是俄罗斯石油最大的买家之一，现在不一样了。印度的电油商们都表示，美国针对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的限制，让他们根本没法再进口。更要命的是，美国还给印度下了最后通牒，通知印度必须在11月21日之前彻底切断跟这2家俄罗斯公司的所有联系，不然就等着被2次制裁吧。
枪口直接顶在脑门上了，印度哪儿还敢犹豫？印度最大的石油采购商信实工业之前可是进口俄罗斯石油最多的公司，现在已经光速滑轨，开始疯狂采购沙特、伊拉克、卡塔尔和美国的原油，目标就是把俄罗斯石油的份额直接砍到零。光是10月份就在现货市场上买到了至少1000万桶，大部分都来自中东，其他印度炼油厂也一样，都在满世界找替代品。总的来说，俄罗斯的狠话喊得很响，但身体却很诚实。最大的金主之一印度已经加速跟他切割了。过去3年8个月，印度可以说是左右逢源，里子面子都赚足了。现在看风向不对，立马抽身，只能说莫迪是高手，一点亏都不吃。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失去了印度这个大客户，嘴上再怎么强硬，经济上的窟窿恐怕是越来越难补。而且欧佩克也准备提高石油产量，抢占俄罗斯石油的市场。一来二去，俄罗斯的经济彻底跌入谷底。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预防俄罗斯狗急跳墙，自己活不下去，也要拉着别人一起死。法国更是警告，要在2029年之前为冲突做好准备，这不是随便说的。俄罗斯入侵欧洲的行为越来越频繁，更是花费巨资购买各种导弹。根据立陶宛军方的说法，在基巴尔泰镇附近，一架俄罗斯苏30和一架伊尔78正在搞空中加油演习，结果脚一滑就踩过了线。这2架飞机入侵北约领空大约700米，在那里停留了整整18秒，然后才慢悠悠地离开。北约这边反应也很快，西班牙的台风战机立即紧急升空，前往事发地区进行巡逻。事件发生后，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谴责俄罗斯入侵立陶宛领空，称其严重违反国际法。俄罗斯国防部还是老样子，否认了俄罗斯飞机侵犯立陶宛领空的指控，声称苏30和伊尔78正在加里宁格勒州上空进行定期训练飞行。真实情况如何，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这次18秒的入侵虽然时间很短，但性质极其恶劣，这完全是在测试北约的反应速度和底线。在乌俄战场的背景下，每一次这样的挑衅都可能引爆整个欧洲，北约的耐心还能被消耗多久？下一次俄罗斯的飞机会不会待得更久一点？火力军只能说，北约还是趁早击落俄机，给普京一个教训。面对俄罗斯的挑衅，法国参谋长法比安·曼东将军直接扔出来一个重磅炸弹，他警告说，俄罗斯可能会被诱惑继续在欧洲大陆发动战争，并宣称法国军队必须在未来3到4年内为一场重大的作战做好准备。这可不是什么媒体的猜测，而是法国军方最高层发出的直接警告。法国《费加罗报》报道，这个分析跟德国情报部门最近的评价不谋而合。德国人也认为，俄罗斯最早可能在2029年与北约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此之前，普京下令翻新了800多辆 T72，现在又斥巨资增加对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采购。乌克兰军事媒体扔出了一份惊天猛料，他们搞到了一批据称是俄罗斯军方的采购文件，里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从2024年到2027年，俄罗斯导弹采购计划。火力军整理了一下，2024到2025年，俄罗斯订购了大约303枚伊斯坎德尔 K， 还有95枚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现代化型号。弹道导弹方面，伊斯坎德尔 M 在2024和2025年总共要下定超1200枚，其中包括一种射程约1000公里的新型号。海军这边呢也没闲着，2022到2024年交付240枚口径导弹，2025到2026年再来450枚，总计近700枚。俄军这是准备把舰队的弹药库塞满。还有战略轰炸机的口粮，2024年订购525枚 K10-101，2025年更是加码到700枚，2年就要造1200多枚。高超音速导弹领域，在2024到2026年，俄罗斯还要订购超过240枚匕首导弹，每一枚都价值几百万美元。俄罗斯这是下了血本，锆石导弹更狠，合同上写的是无限数量，计划每年交付80枚。这个数量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补充弹药了，这完全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更持久的冲突做准备。至于能不能造出来，不好说。俄罗斯现在有2大困境，一个是美欧制裁，另一个就是经济。不过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俄罗斯造不出来，欧洲必须做好准备。对于这点，大家也不用担心。法国增加了军事预算，英德要在大西洋猎杀俄罗斯潜艇。法国武装部队部长已经宣布，计划在2026年将法国的国防预算增加到约661.9亿美元，让军费开支达到 GDP 的2.2%。光喊口号加预算还不够，还要拿出实际行动。不久前，法国第35伞兵炮兵旅已经根据乌俄战场经验，对他们新型的反无人机部队进行实弹演习。英德这边更是联手猎杀俄罗斯潜艇。据天空新闻报道，英国皇家海军邓肯号在北海和英吉利海峡对俄罗斯库拉科夫海军中将号进行了48小时的跟踪监视。
这是皇家海军军舰首次直接受北约指挥执行此类任务。北约的指挥链已经可以直接运作到一线战舰，反应速度和协同能力大幅提升。行动中，邓肯号的野猫直升机全程起飞，荷兰空军的 NH-90 直升机和法国海军也参与了进来，摆明了就是北约组团围观。并且根据力量新闻的报道，英国和德国的防务合作正在急剧升温。未来几个月，德国海军的 P-8A 波塞冬反潜巡逻机将进驻苏格兰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和英国的9架同型号飞机一起执行联合任务。任务目标只有一个，在广阔的北大西洋共同对抗俄罗斯潜艇。说白了，就是要在俄罗斯潜艇可能活动的深海航道上布下一张天罗地网。除了在海里抓鱼，双方还宣布扩大网络安全合作，搞了一个新的云系统，可以实时安全的共享数据、情报和作战工具。此外，英国大都会警察局宣布，反恐警察在伦敦逮捕了3名男子，罪名是涉嫌为俄罗斯情报部门工作。这3名年龄在44到48岁之间的男子，分别在伦敦西部和市中心被捕。从跟踪军舰到猎杀潜艇，再到抓捕间谍，英国和北约从3个完全不同的维度对俄罗斯进行了强力反制。火力军认为，欧洲的对抗烈度正在急剧升级，双方都在不断测试对方的底线。这场危险的游戏离擦枪走火可能真的不远了。乌俄战场方向，俄罗斯战略军事铁路枢纽又被炸了。泽连斯基坦言，乌军可以打击3000公里之外的俄罗斯领土。开始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位乌克兰英雄。在哈尔科夫反攻的硝烟中，伞兵赫里霍谱写了5天5夜的生死战歌。他孤身穿越7.5公里雷区，成为首批突入19亩的尖兵，在密集炮火中摧毁了4辆俄军装甲车，歼灭大批占领者，用行动诠释为家园而战的信念。这5天是作战意志的胜利，更是自由灵魂对侵略者的审判。由于赫里霍里的勇气，他被授予乌克兰总统军事功绩十字勋章。当总统勋章闪耀胸前，赫里霍里只淡然道：“服役无关荣耀，只为永不崩溃的誓言。”前线方向虽然俄罗斯发起新攻势，但战况依旧没有太大的进展。恰索菲尔方向，根据乌克兰王牌部队第24机械化旅公布的战报，俄军集结了装甲部队，试图搞一次闪电突破。这支部队的配置简直是奇葩中的奇葩，打头的是装了简易防无人机笼子的 MTLB 和 BMP-1， 看着还像那么回事，但跟在后面的是2辆全地形沙滩车和3辆摩托车。结果可想而知，这场死亡冲锋变成了一场单方面的屠杀。乌军守株待兔，火力全开，俄军1辆 MTLB、1辆 BMP-1 装甲车、2辆沙滩车和3辆摩托车全部被摧毁，另外还有2辆装甲车刚到门口就被打中。俄军士兵更惨，20名俄军当场毙命，用生命履行了他们签的合同，并有11人受伤。这还不是最离谱的，在顿涅茨克方向，俄军还出现了车祸，上演现实版的碰碰车大赛。根据乌军公布的视频，当时俄军一个突击集团对乌军阵地发起进攻，乌军部署了烟雾弹，在浓浓的烟雾中，俄军彻底迷失了方向，结果1辆俄罗斯装甲车一头撞上了己方被摧毁的装备残骸上。这下好了，动也动不了，车上的步兵刚跳下来，还没搞清楚状况，乌克兰的无人机和机枪手早就等着他们。乌克兰军方官员表示，由于战斗中协调能力极差和普遍的恐慌，这种自作自受的乌龙事件在俄军内部变得越来越频繁。无论是摩托车冲锋，还是自己人撞自己人，都暴露了俄军在基层战术上的混乱和绝望。为了突破防线，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是不顾士兵死活的地步。这种仗打下去，俄罗斯还没取得突破，人就先疯了。扎波罗热方向，乌克兰能源部门宣布，扎波罗热核电站已恢复外部供电，结束了长达1个月的全面停电。在此期间，这座欧洲最大的核设施完全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安全。经过维修，欧洲最大的核电站总算安全了。自乌俄战争以来，乌克兰工程师已在炮火中抢修输电线路42次。不知道这样的危险什么时候才能终结？相比较前线的趣事，最重磅的其实是俄本土遇袭。在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直接把话挑明了：我们从未使用美国武器在俄罗斯境内进行远程打击，乌克兰可以用自己的远程武器，在150至3000公里的距离内深入敌方领土。这话的潜台词是什么？第一，我们打俄罗斯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导弹，美国管不着。第二，我们有能力深入俄罗斯3000公里搞破坏，从莫斯科到乌拉尔山区都在打击范围之内。泽连斯基的话可不是随便说的，事实正是如此。通过敌后游击队与特种部队，俄罗斯全境都不再安全。在俄罗斯腹地的楚马什共和国，奥泰什游击队再次出手，成功破坏了一个关键的铁路枢纽。这个枢纽是俄军从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地区的兵工厂，向前线运输军事装备、弹药和燃料的生命线。游击队这么一搞，直接导致这条线路瘫痪，军用货运列车瞬间停摆，俄军的后勤补给线被切断，只能被迫绕远路。
整个补给网络都可能出现连锁反应。如果说游击队是搞破坏，那乌克兰情报总局的特种部队玩的就是定点清除。在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市，乌克兰情报部门执行了一次特别行动，在乌军第54801号军事单位的检查站附近，3名俄罗斯空降士兵被当场炸死。被干掉的这伙人隶属于俄军第247高加索哥萨克空中突击旅。从2014年开始，这支部队就参与侵略乌克兰，身上背着多项战争罪的血债。乌克兰特种部队直接摸到他们家门口动手，而且这也不是乌军第一次这样做。9月底，同样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3名俄罗斯国民警卫队成员也被炸死，其中还包括一名指挥阿万加德特种分队的中校。早些时候，乌军还消灭了俄罗斯阿赫马特特种部队无人机大队的一名指挥官。泽连斯基的战略宣言正由敌后的游击队和神出鬼没的特种部队变成一个个现实，战火正在从乌克兰的土地蔓延回俄罗斯本土。对于俄罗斯来说，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已经彻底失控，后方再也不是安全区。火力军只能说，这场战争最残酷的阶段可能才刚刚开始。或许是前线不断失利，为了给自己人增加点信息，普京亲自指挥战略核力量演习。在演习中，俄军发射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和基涅瓦前射弹道导弹，图95战略轰炸机也模拟发射远程巡航导弹。更关键的是，这次演习的目的是演练授权使用核武器的程序。普京、格拉西莫夫和别洛乌索夫全部参与。这番操作相当于告诉美欧，莫斯科在关键时刻展示其最终威慑。不过，俄罗斯的红线已经成为红地毯了，又有谁会相信呢？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白俄罗斯解放军是真是假？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